大家好，我是牛奶。接上集讲到，小医仙脱光衣服炼毒丹，薰儿率军万里救夫。萧炎在为小医仙护法之时，为了避开小医仙光洁身躯的诱惑，转念研究起了祭坛中心的地眼。地眼深不见底，里面的火属性能量却是极为浑厚。萧炎利用吸掌对着地眼吸了将近10几分钟后，还真的抽取出了一缕极为细小的血红火苗。火苗刚接触到上方的光束，就化为了白色火焰。看着眼前的阳火，萧炎心头忽然一动，如今的化生火远远不够他施展毁灭火莲，若是这阳火也能够如同兽火一般成为化生火的养料，那可就太好了。想到这里，萧炎立马着手实验。阳火融于化生火火种的那一刹，萧炎十分清晰地感觉到火种悄然膨胀了许多，而这种膨胀的程度远比吸收一些寻常的兽火更强。尝到甜头的萧炎高兴极了，不断地从地眼之中强行扯出地心火苗。只是这地眼之内的地心火苗本就枯竭，被他强行扯出5、6次之后，就再也没有火苗出现。想着利用阳火壮大化生火火种的萧炎哪里肯罢休，分出一缕灵魂力量就钻进地眼之中，想要一探究竟。这一探还真被萧炎发现了地眼不会再有地心火苗窜出的真相。原来地眼被一团粘稠的红色液体给彻底封死了。考虑到血红色液体内所蕴含的能量十分狂暴，萧炎并不打算将之疏通。可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去之时，血红色液体之中一点红色光芒闪烁而起。萧炎定睛一看，居然悬浮着一枚拇指大小的地心珠。地心珠乃是由大地深处的精髓能量经过无数岁月方才能凝聚而成的一种能量珠体，极其罕见。若是将这地心珠炼制成地心雷珠，即便是斗尊强者被其正面击中，不死都要脱层皮。此等极品，萧炎怎么可能放过？富贵险中求嘛。趁着血色粘稠液体不注意，萧炎抢了地心珠就跑。地心珠一丢，那团血红液体立马释放出一股恐怖的狂暴能量，闪电般的冲着萧炎暴冲而去。在狭小的通道之内上演了一番紧张刺激的速度与激情之后，萧炎终于是看到了洞口的光亮，一口气冲出地眼，回归肉身。萧炎第一时间将石碑移了回来，堵住地眼。漆黑石碑刚刚盖在地眼之上，便是狠狠一颤，居然是抵御下了下方那狂暴能量的冲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萧炎苦笑，当真是凶险啊！掂了掂手中的地心珠，萧炎发现地心珠居然还有吸引周遭火属性能量的神效，只是可惜阳火没戏了。萧炎正觉得有些遗憾，一道光束忽然洒落在他的手掌之上，被阳光一晒，地心珠竟然是冒出了阳火。愣了一会儿后，萧炎就想通了其中关键所在。地心珠在凝聚过程中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地心火苗，如今完全可以算作移动的地眼。只要是地心珠内能量不消散殆尽，便是能够源源不断的制造出阳火。想到自己以后施展毁灭火莲将不再有顾忌，萧炎高兴疯了。接下来的时间中，萧炎几乎将心神尽数投注在了吸收阳火之上。1天、2天、3天，萧炎沉浸在体内化生火迅速增长的快感时，向来是四季如春的邺城之内，却是在某一日突然变得寒冷。是冰河谷的人找来了，领头者赫然便是当日从天火尊者手中狼狈逃生的天蛇。其身旁除了几名实力强悍的冰河谷长老之外，还有一名早在10年前便是进入了斗尊层次的冰河谷大长老天双子。叶家交出恶难毒你等人，否则今日叶家灭！冰河谷的大阵仗把叶虫等人吓得直哆嗦。察觉到动静出来的天火尊者吐槽：有什么好慌的？又没让你叶家去跟他们拼死拼活。天火尊者话音刚落，萧炎也到了。小医仙如何了？闪身到萧炎身旁，天火尊者道：快了，但现在还尚不能出手。萧炎道：此次冰河谷来了真正棘手的人物，我多半会被那老家伙牵扯。天火尊者脸色凝重，萧炎轻点了点头，他同样知道他们陷入了险境，但如果想要啃掉他这块硬骨头，不付出真正的血本，怕也是难以达成。缓缓地轻吐了一口气后，萧炎就冲着叶虫道：叶虫长老放心，此事是因我等人而起，并不会牵扯到你叶家。随后就与天火尊者一同踏上天空。天蛇老怪上次逃得快，没想到竟然搬来这么多救兵。萧炎嗤笑，闻言天蛇瞬间黑脸，语气森然：小子，你便逞口舌之力吧，等你落到老夫手中，老夫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一河之将也敢口出狂言？天火尊者一笑道：上次被暴打的经历令得天蛇瞬间闭嘴。天双子见此情况，立马出声护着自家人。又是一番唇枪舌战之后，感应到不对劲的天双子让众人立马动手。天蛇闻言直接冲在了第一线。
只是他刚找上萧炎，一声怪笑忽然响起：“天蛇长老，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不知道能否将他交给我来处理？”听到这人的声音，萧炎的脸色瞬间变得阴寒。那人还好死不死地挑衅道：“真没想到，这么几年不见，你居然便是进入了斗宗层次。药尘那个老家伙，选弟子的眼光倒是不差，不过任他眼光再好，最终也还是被本护法给擒了回去。”黑雾涌动间，一道黑影缓缓浮现，死死盯着面前的黑影，惊天的杀意从萧炎体内暴涌而出，蕴含着无穷杀气的声音一字一顿地从其牙缝之中挤出：“雾护法！”面对着萧炎骤然血红的双眼，雾护法冷笑，讽刺萧炎比起当年狐假虎威还是长进了一点的。不过药尘都被他擒拿了，萧炎这不成器的弟子又算得了什么？面对雾护法，萧炎不欲多说，放出地妖魁，只想手刃了仇人。雾护法将药老擒回魂殿之后，得了不少的好处，如今实力已经达到了8星斗宗，比起一旁的天蛇仅弱了1筹而已。萧炎放出地妖魁钳制天蛇，自己则提着重尺冲向了仇人。碧绿火焰萦绕在重尺之上，萧炎手腕一转，重尺便是狠狠地劈砍在了锁链之上。感受到锁链上传来的距离，雾护法先是一惊，随后便是食指结印，将近10道黑色锁链凝聚成一柄极为庞大的黑色锁链长矛。萧炎见状，立马使出6合游生尺6合火与之对抗。可萧炎毕竟只有2星斗宗的实力，而雾护法则是8星左右的斗宗强者。天蛇见萧炎被打得节节败退，不由得冷笑着摇了摇头道：“失去了傀儡，这小子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吗？可别忘了，萧炎前不久才得到的天火3玄变完整版。天火3玄变能增幅的力量是完全取决于其火焰的强横程度，爆发的火焰越强，增幅的实力便越强。萧炎可是有着3种灭火，3变之后，萧炎的实力直接提升了5星，达到了7星斗宗的层次。适应了一下体内暴涨的能量，萧炎冷笑道：“老东西，我说了，你这条老命我今天收了。”闻言，雾护法十分不屑地表示：“大言不惭，一旦秘法时限抵达，你便只是废物一个，在这之前击杀你足矣。”萧炎笑道，旋即拎着重尺就消失了。再度出现时，重尺冲着雾护法的脑袋怒劈而下。雾护法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以及面对致命危险的下意识反应，十分惊险地避开了萧炎的攻击，冷汗瞬间就从其背后冒了出来，好快，差点就被一尺子拍成肉泥。收起先前轻视的心，雾护法第一次正视这个以前自己一根手指都能碾死的人。手印猛地一变，雾护法直接召唤出了如蜘蛛网般的黑色锁链，一记百魂锁天蟒就想拿下萧炎。只见萧炎先是燕分噬浪尺，再是6合游生尺的一顿猛劈，完了左掌开山印，右掌翻海印，一套连招下来，竟将巨蟒直接整崩溃了。眼看着自己费尽心机凝聚而出的冥魂蟒被萧炎轰碎了，雾护法倒抽了一口凉气。没等他缓过神来再发大招弄死萧炎的时候，一朵精美的火莲就被拍到了他的胸口之处。这一掌是为老师讨回的。随着一抹狞笑自萧炎脸上浮现，一道惊天巨响猛地扩散开来，澎湃的狂暴火浪席卷而出。短短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萧炎竟以2星斗宗的实力击溃了一名8星斗宗的强者。望着萧炎奇迹般的壮举，众人都觉得头皮一阵发麻。一干叶家族人这才明白，为什么叶欣兰笃定萧炎就是能救叶家之人。天蛇与冰河谷几名长老看到萧炎那一套杀招之后，十分默契的在心里暗暗道：此子绝不能留。片刻后，火浪终于是散开了，与火浪一同散去的还有一直弥漫在雾护法周围的黑雾。雾护法的真身就这样暴露在了无数目光之下，居然是灵魂体。听得下方的惊呼，雾护法的脸色很是阴沉，可他的最强防护已经被萧炎毁掉，体内还有着不轻的伤势，已经不适合再战，还是先传回消息，让魂殿多派一些护法来吧。心中掠过这个念头，雾护法扭头就跑。萧炎哪里会放过他？一个闪身，一记重拳就砸在了雾护法的胸口之上。雾护法顿时一声惨叫。对于萧炎来说，失去了黑雾的雾护法就犹如失去了爪牙的老虎般毫无威胁。萧炎这一击差点没将雾护法的灵魂给彻底击散。雾护法借助这一拳的反推力急速后退，边退边惊慌的尖叫：天蛇长老，助我一力！萧炎闻言勾起一个狞笑，一个闪身上前，一拳就欲送雾护法归西。就在这一拳只差0.01秒轰中雾护法的脑袋时，天蛇出手救下了雾护法。天蛇长老，帮我将这个小子擒住，我魂殿必会给予重谢。若是你觉得麻烦，把他拖住也行，
我已经发出了信号，相信不久之后便是会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到时候这小子定然插翅难逃。脱离危险，雾护法的目光怨毒地盯着萧炎道：“天蛇本就恨毒了萧炎，眼下又有雾护法的承诺，如何不尽力？”手掌轻轻一挥，天蛇召唤冰玄、冰华二人与他一同出手擒拿萧炎。闻言，这2名冰河谷长老都被天蛇的无耻震惊了，但最终2人还是与天蛇呈3角之状将萧炎给围住了。面对2名七星斗宗、1名斗宗巅峰强者的围剿，萧炎表现得很是平静，双手轻合，飞速结印，天火尊者的绝学5轮离火法重出江湖。随着5种火灵的出现，这片天地的空间开始剧烈波动起来。天火尊者见到那5头熟悉的火灵之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天火尊者瞥了一眼面前的天双子，讽刺冰河谷行事着实卑劣，以老欺少不说，如今更是以多欺少。天双子闻言不以为耻，表示冰河谷行事只求结果，不求过程，成王败寇。被无语到的天火尊者不再开口。另一边，天蛇感觉到萧炎越来越强的气势，有些不安，联合2名凝聚出寒冰大剑，就想打断萧炎施法。感受到直戳后脑的凌厉寒风，萧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等的就是这一刻。5轮离火阵起，方圆100米的天空瞬间被尽数笼罩。3人有些慌乱地试图破开火幕之时，萧炎已经酝酿好了离火焚天。恐怖的5色火焰顺着萧炎手指的方向，朝着天蛇3人席卷而去。其中所蕴含的狂暴毁灭之力，令得天蛇3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异常难看。连忙联合3人之力结冰河阵。天蛇想要等萧炎3玄变的时效过去，然而冰河阵根本没撑住多久。即将震破之际，天蛇当机立断，让冰玄2人将体内的冰尊镜尽数传入自己体内。震破之时，2丈庞大的蓝色冰宫顿时浮现，是冰神宫。萧炎能感觉到冰剑所指之处，凶焰滔天的5色火焰都是被悄然分开了一条裂缝。冰神剑射出之时，天地间更是寒气大盛。萧炎要败了吗？怎么可能？火神臂灭天地。随着萧炎手印飞速变换，光翅之内所弥漫的5色火焰急速翻腾起来，旋即尽数对着萧炎暴涌而去，随后铺天盖地地汇聚在其右臂之上。一拳落，火焰与寒气的交接之处，空间崩裂，一个足有半丈大小的漆黑空间空洞浮现而出。眼看着2股能量在彼此的侵蚀之中越来越弱小，天使的脸上却是浮现一抹阴翳笑容。他很自信，只要能抵挡住这波攻击，再继续拖延一下，待得天火3玄变实现抵达，那萧炎将会任由他随意揉捏。可惜2股力量逐渐抵消之时，萧炎举着3色火镰就是一掌拍进了天蛇的胸口。速度之快，天蛇只来得及用蛇拐挡在胸前，脑子里还想着萧炎是如何偷偷凝聚出火镰的时候，天蛇的身体已经倒飞出去了老远。其身后不远的冰玄2人更是直线坠落。眼看着口吐鲜血3人组钻进深坑之中，不愿再爬起来，雾护法肠子都悔青了。他仿佛看到了死神在招手，自己为什么不做好准备，多带些人来弄死萧炎？眼看情况不妙，雾护法转身就想跑，一只手却是轻轻地落在了雾护法的肩膀之上，淡淡的声音轻轻响起：“再动一下，便让你烟消云散。”雾护法慌了，当下就想挣脱，一股炙热的无形火焰立马从萧炎的掌心暴涌而出，然后飞速地将雾护法包裹，是陨落心炎。凄厉的惨叫声在天际响彻着，传遍了整个邺城。不多时，雾护法的灵魂就被灼烧的即将消散了。萧炎这才将陨落心炎收回体内，抓着雾护法的脖子，萧炎狰狞道：“老师在魂殿所受之苦，恐怕不及这万亿，所以即便是将你魂飞魄散，也是理所应当之事。”此时连话都说不出来的雾护法更是后悔了，悔的是当年居然没有事先将萧炎一巴掌拍死。清脆的拍掌声忽然在天空上响起，萧炎目光顺着声音望去，却是见到一脸笑容的天火尊者，以及其对面面色阴沉的天双子。天双子盯着萧炎，缓缓道：“你能以2星斗宗的实力击败天蛇3人，的确是出乎了老夫的意料，但可惜此次我冰河谷不会再容忍任何的失误。”萧炎刚想说点什么，体内却是已经传来了阵阵的虚弱之感，明白天火3玄变的时限已经到了。萧炎立马召回地妖魁，然后迅速往嘴里塞了几颗恢复斗气的丹药。天火尊者抬了抬眼，淡淡的道：“不用出言吓唬小辈，你今日动不了手。”之后将目光转向萧炎，道：“你先去略作歇息，此人交给我。”点了点头，萧炎迅速后退。一道淡漠的声音却是犹如惊雷一般，缓缓在天际响彻而起：“歇息？
身当我魂殿的人是可以随意擒拿的。10道身影缓缓显露，来人之中竟然有着一位是2星斗尊青海尊者。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